想在家里面做这个咖喱牛肉粉丝汤，嘴巴馋了，想吃很久了，这里也没有卖这个的。这个是超市里买的一种粉丝，我觉得跟我们吃的那个粉丝汤的粉丝感觉差不多，但这个图片上面呢写的是像做这个拌的这种粉丝我拿它做做看吧，没做过。这个简简单单的吃顿午饭，晚上就不吃了，一天就吃这一顿。现在这个咖喱粉丝汤还是挺好吃的，但是呢就是太淡了因为我不敢吃很多盐，所以我就不能放很多盐。最好吃的其实它这个就是吃下去嘴里是咸的，然后有那种咖喱的那种很刺激的味道，再喝一口汤，汤要热然后再嗦这个粉，还有这个牛肉有嚼劲，就最好吃了。像这边呢有2种咖喱如果大家自己要做的话，或者海外的朋友要看一下，它有这种就是很黄的咖喱我们这反正是上面是写这个的，应该有很多版本吧。这种很黄的咖喱它就是专门做这种咖喱牛肉汤的，它就是有那种比较鲜但没有那么冲的味道。这种咖喱是那种炖鸡的一开始我买错了，它有点像黄有点像绿的那种咖喱，炖鸡肉炖牛肉什么的，它这个就味道比较重一点。我们用的那种，我们用这种对，觉得这个好吃。对，就是我们在上海以前吃的那种咖喱牛肉粉丝汤，就是这种咖喱做的，好吃吗？好吃。但这咖喱就是还是得要给它先炒一炒，然后稍微放一点油，让它有那种香的味道，就会好吃一点。再喝一点这个没有酒精的啤酒其实是小麦汁，但这个啤酒虽然它没酒精，但是它喝了人也会胖。我最近喝了，就夏天热了，一天喝2-3瓶，喝多了就人变胖，所以我现在也不敢多喝。你要喝水吗？但是你要吃这个咖喱牛肉粉丝汤，你不喝点啤酒，这个天就不舒服我老婆已经是第2碗了这个碗小，她就吃第2碗了。大家好白天呢买菜中午烧饭吃饭，然后呢泡壶茶喝完以后呢睡个午觉呢，下午在这个6-7点的时候来海边晒晒太阳吹吹风反正这一天一天就这么过了。等过2天呢，我的这个帐篷露营的东西来了以后呢，我打算中午就在这个海边开始搭帐篷，吃完午饭搭帐篷，下午就直接睡在帐篷里面。这样呢，我在家里面我也不用开空调，省电费然后呢，也可以就是吹点自然风吧，挺舒服的海边这个风吹的还挺舒服的。聊聊什么呢这2天反正又是这个国内中国国内又是这个花旗银行大裁员，一口气裁掉3500人。CPI 的数据也不好，然后呢这个房价上海的房价又跌得挺严重的就聊聊这个话题吧。这个花旗银行呢才3500人，赔偿最多的给 N+6有人就说这花旗银行是要脱钩了就要离开了。然后花旗银行呢也辟谣了说不是的，就只是一个裁员。说实在的给 N+6这个还是挺大手笔的估计也就这一批外资企业给完什么 N+6 N+，最高好像是 N+8
给完 N+6、N+8的以后就没有了，不会有人就是离职给那么多赔偿了，因为中国的劳动法里面规定，给 N+1啊，或者说就给1个月吧。但事实上啊，我觉得如果经济不好的话，你能把工资啊，就你上班上到的那一天工资给拿回来，就已经算是烧香拜佛了，对吧？就运气已经挺好了啊。就赖工资的现在都挺多的。像这个花旗呢，我觉得还是毕竟金融公司嘛，银行对吧？你必须得啊做事得大气一点。像去年那个微软去年也是裁了很多人。我记得去年还有一个朋友，他当时咨询我啊，他说要不要来马德里，因为当时微软裁员以后呢，给他们就是要不就是离职给 N+8，要不呢就是那个给你一个美国的西雅图的工作机会吧，还是马德里，反正也有一个工作机会。还有一个是哪儿？反正一共是有2个地方给你选。然后呢，当时那哥们儿就问我啊，他说他如果来这边好不好？我说你这个如果你一个人上班一家人就也不工作的话，那没问题。我说如果你这个太太要工作，那你太太必须得要精通西班牙语，对吧？不然你就不能工作。后来我也不知道那哥们儿是怎么选的啊，但是呢，有一批人挺倒霉的，他们一听啊到美国去，就把房子啊什么都卖了，卖了以后呢，也没有拿赔偿，因为你如果到了美国以后，你就不能拿赔偿，你就只能在那工作。但是呢，这批人呢，就是没有拿赔偿的人，都是到了西雅图以后，干了1年不到，就全部给裁掉。但是在那里裁掉以后呢，你就没有任何赔偿了。那很多人就走的时候都是一家人的嘛，对吧？那人家有的都是另一半都辞职，房子再一卖啊，打算就过去了，最后干了1年不到就被裁了，然后赔偿也没了啊，最后再回去啊，再回到中国。所以我觉得裁员这个东西，还是拿眼前的比较好啊，别想太多。但是呢，花旗呢，他也没说他要完全的撤离中国，对吧？但我觉得这个这么大的架势，一裁才3500个人，多数就是起码就是他不会在这边继续再发展了就是这个摊子，反正就规模越搞越小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啊。然后呢，上海的房价跌得也挺厉害，上海的房价离最高的位置跌了有接近30%到35%。这个数值呢，你说听起来好像就是比起中国的那些什么5、6、7线城市跌的是没那么严重有些5、6、7线的城市都是就是一半起跌的，都是打5折开始跌到一半。但是上海这个房价很高就你跌个30%到35%，1000万的房子就等于350万、300万没有了。就算大家日子还能过下去，但是呢，心里的那种就是那种紧绷感，对吧？肯定是有的。所以呢，这个消费也不振然后呢CPI 的这个数据出来也是通缩的，对吧？因为大家不敢消费了一边都是这种裁员的这个新闻也没有看到什么拼命来就是创立新的企业，对吧？就加大新的投资说哪里招兵买马1万人那我说这个房价什么立马就好。那一边是裁员呢，一边呢又是这个房价又下跌。那房价下跌，人家心理预期都没有了。就本来如果说这房价往上涨，
即使不抛售，对吧？但是大家对未来有一个预期，那花钱也会就是不会那么谨慎的。但是房价再一跌啊，这个工作感觉又不怎么好找的话，那么消费也就很低迷啊。但是呢，怎么说呢？你像我就心态就比较好啊。我觉得钱财这个东西吧，真的就是身外物啊，就生不带来，死也带不走。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要非常平常心的看待这个问题。像我现在就是看淡了，对吧？就算我真的这个赚了很多钱，发了大财，其实也是就最多往这样的海边一躺然后晒晒太阳、吹吹风、旅旅游，对吗？就你也就睡觉，也就只能睡一张床，你也不可能说你发大财，你要睡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是吧？你吃饭也就只能吃这点东西就你让我吃多了，我都人都不舒服了，都生病了，是吧？所以钱财这个东西，我是已经看得比较清了这个房价其实我们家在上海也是还有一些房子的，但是呢，我就根本就不去关心是涨了跌了这个事情，我都不去关心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房子在涨的时候拼命涨的时候，也不会去卖掉它的，对吧？就涨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房价还会再涨，都想着做梦呢，是吧？都觉得这房价能涨到多高，是吧？现在就没人出来说了，什么十几亿的人，这点房子很少的，对吧？现在还有谁出来说这种话呢？想当年那个房价拼命涨的时候很多人什么经济学家就跑出来在那边整天说这房价是不会跌的，什么跌了以后怎么样了，什么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数量放在这儿，那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的房价一定会跌而且现在其实这个时间点比我当时想的要跌的时间还提早了几年我当然都觉得可能要等我们这代人全都老了才会跌没想到就才早了几年，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预料的，对吧？但是我一贯坚持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房价跌了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对吧？就你不能房价这么贵，因为收入才多少嘛，收入又不是说你赶上美国赶上人家这个德国的这些收入，对吧？收入没那么高，房价这么贵所以这个不跌有鬼了但是呢，真的像跌了我也觉得，反正我心态是很平和的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尤其我也认识一些移民的朋友他们就是希望呢，移民以后在移民的地方也最好能够搞到一点好处，但是国内的好处是万万不可放的必须得，总之一句话就是两边都要好处拿着，对吧？像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移民什么的，你就是一种选择不见得移民就一定是好的。但是呢，真的就是你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那么你成年人就要承担自己的这个选择，对吧？就你不管是移民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你都要非常平常心的去度过虽然就像我现在过的这个怎么说，过得穷困潦倒是吧过得就没那么好物质上但是呢我心里挺高兴的，是吧？因为毕竟就是我就不用老是考虑老是去担心是什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了，对吧？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但是呢，财富这个东西就是钱，还有像人生当中的很多机会，还有就是像爱情你能遇到谁，你会跟谁在一起，包括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孩子还有就是你的生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感觉像上天安排好的
我现在就越来越相信这个事情。我和这个西班牙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啊，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的。就以前来工作过几次啊，就我去法国、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我都去的频率特别高。就我以前也会觉得我会去美国或者日本，但是我偏偏就跑来了西班牙，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说不清楚，它就是命中安排的。就像我去年，我当时买了一只股票，我当时想这个股票啊，我看好它，我觉得它能够涨个4-5倍，但实际上呢，它涨了2倍，我就给它卖掉了啊。我当时买了10万块钱，那么最后呢，它涨了20倍，就等于10万块钱，如果等到20倍卖的话，就要赚190万。但是我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也想过它会涨个10倍8倍的，但是呢，就会自己去打破自己原有的一个想法。前2个月有一个股票，我当时也是买了以后呢，我觉得它能够涨1倍2倍啊，然后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它已经涨了有5倍，就4.56倍吧，但是我也是给它就卖掉了。你说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些机会，我没有看到这些机会，我没去买，那可能也不会想特别多但事实上我又去买了，又把这个想法就是想象当中又觉得会涨那么多，但是最后呢，就是我人力硬要去改变，对吗？就上天给我赚钱的机会，因为我自己要去改变结果就改变了。但反过来说，这也是证明就时候还没有到，是吧？所以我就心里面我就彻底就想明白了我觉得包括这个房价跌也好，经济不好也好，它都是一个规律是循环的。只有人的生命是不能循环的，就是你生命只有一次，你没了就没了。但是呢，其他的规律就像这个海浪一样，它都是循环的，周而复始，对吧？所以呢，房价跌房价涨的时候也没想着要卖，房价跌到一定的程度，它一定会反弹。赚钱的机会也不用这么去拼命。其实我觉得人拼命想等到就是说，你觉得这件事能赚钱，你拼命的去赚钱，想去这么做的时候，往往你都赚不到钱的。因为这种机会赚钱的机会，我觉得是你无意当中的。所以我现在我只觉得就是说，我就静静的等待我就买定了，我就离手了，我就不去看了，我就不想了，对吧？就像那个芒格还有巴菲特他们之前说的那些逻辑理论就是时间。其实有很多公司他也不知道能赚多少钱，只是他买了以后，他可能就放在那儿，然后就是很久，他赚到了他难以想象的财富。就巴菲特或者说芒格，他肯定也不知道他的公司会成为就是这么贵的这个一个公司，对吗？就他能够赚那么多钱，肯定是想象不到的。我觉得在他们的年纪轻的这种时候，在我这个岁数的时候，肯定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我们就是要放好心态呢去面对一切，就不要去着急，也不要去害怕，也不要去贪心，也不要去嫉妒就是平平这个常心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谢谢。